鲜的。哎，对，颜色都太暗了。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嗯，这个呢？这个也好看啊。哪个好看？更好看。你看，那个，这个。没事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觉得这鞋子你穿应该不错，看看吧。珊珊啊，我给你挑了几件，我觉得颜色还挺适合你的。你看你喜欢哪件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那个特适合你，是吗？嗯，哎，这件你试一下啊。谢谢，麻烦你放下来。为了封腾，我需要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的品味。不过，我的伴读能力还是 OK 的。封腾，你看这个，我想送这幅画给叶老师。用色还挺大胆的，笔触呢也相当感性，就是架构不太成熟。不过价格我可以接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。我不能接受我的艺术天分，太不 OK 了。I don't care. I think Tommy is no other agency can offer. You know? 吃吧。挑菜和吃饭的能力，我还是1等1的。吃吧。真好吃。下班。哎呀，你要吃什么呀？哇，日本料理。走。好，日本料理。哎呀，快点啦，饿死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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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珊珊怎么还不走啊？还要报表没有做完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晚上一起吃晚饭。虽然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但是1天24小时，大家都要工作、应酬、交朋友。扣除掉2个人平均在一起的时间，大概也只有2个小时。我能用这1/12的 OK 感觉去支撑其他的不 OK 吗？
这是我帮你办的副卡，以后跟风月他们出去就用这个。不用了，我们不缺什么。别逞强，风月的消费能力我不是不知道。还是知美莫若胜。我尽量少去就行了。不是让你少去，你就当替我买单，给风月和丽叔请他们喝茶吃饭，但是偶尔要记得给自己多买几件衣服，知道吗？送我金卡，是想告诉我以后都没有时间来陪我了吗？还是把我当成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孩子一样对待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怕我在风月和丽叔面前丢脸，所以他才会拿卡来保护我的自尊吧。本来是要帮珊珊打点行头的，结果你什么都没买，反倒是我们俩买了那么多东西。你每次不都这样吗？珊珊，我哥不是给了你副卡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用呢？风月怎么知道副卡的事儿？风腾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。那哪行啊！我约你出来就是逛街的，你非要请我们喝茶。你说逛了一下午，你什么都不买，弄得我们俩都不好意思了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那里的衣服也不太适合我。风腾给你副卡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逛得我们俩脚都酸了，还选来选去的。风月，要不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昨天我们逛的那家商场吧，给他们经理让他们直接封馆。别，不用那么麻烦的，那里的衣服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又没有让你花钱，风腾对你这么大方，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嘛。哎呀，我就说了，他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，我才不用他的钱买衣服呢。哎，你们一会儿想吃什么随便选，我请客。那好吧，那买东西的事儿我们就待会儿再说，我们先想想吃什么。好啊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泰国菜，韩国菜。丽叔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住这儿啊？这儿不是？这房子是我运气好才找到的，而且那个房东人在国外，所以房租也很便宜。珊珊，其实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为什么呀？我不应该鼓励你用风腾的卡，不过那是因为我跟他太熟了，所以我觉得理所当然，并不是因为我把你当成那种爱刷男人卡的女孩。我知道的。你是对的，虽然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像风家人那么有钱，但是至少我们经济独立，这样才不会被人说闲话。我挺佩服你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丽叔，你太了解我了。不过要做一个自主又配得上风腾的女朋友，可不容易。以后啊，不管是穿衣服上面还是工作上，你都要好好的加油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记得随时来找我。我会加油的。那我先走啦。好，你路上开车小心。慢点啊。拜拜。你们看吧，如果我今天刷了风腾的卡，丽叔肯定把我看扁了。不过要靠自己的力量游走在风腾的世界，真的是压力好大呀。哎呦，你管他袁丽叔说什么呢？哎，
你不是还说嘛，那袁丽叔原来创业，那不还是封家给他的钱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嫉妒封腾给你副卡。那有什么呀？人家有借我还，而且肯定有能力还。我觉得丽叔说的没错，这女孩子还是自食其力的好。这男人啊，靠得了一时，可靠不了一世。不过我倒挺奇怪的，这袁丽叔怎么会突然开口说要帮你呢？我总觉得他对封腾的感觉非比寻常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客气两句，你还信他的话？而且我跟你说啊，封腾他要的不是你的努力啊，他要的是你享受他的成功。所以说他给你副卡就是一种成功的展示，你就接受他的美意不就完了吗？真累。哎，说到美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月底吧。哦，我跟程浩一块儿回去。你们又在一起了？哎呀，这个说来话长了。总之我跟程浩打算再努力一把。哦。那个，凤腾说，他要我邀请你们一起吃饭，就等你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吃饭？好啊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想见见他女朋友的姐妹们？应该是吧。凤腾还说要你们顺便也把男朋友都带来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我带杜凡去行吗？哎，那他肯定特别巴结我。那我问程浩吧。你们要吃什么呀？让我想想啊。这样吧，鲍鱼、鱼翅、红斑鱼，还有一个老鼠鱼，我都爱吃，一样来一份呗。喝的嘛，拉菲就算，我就来我的 real 吧。双姨，这么多你能吃得了吗？怎么吃不完？他堂堂一个封腾的集团老板，他请不起我啊！珊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听双姨瞎指挥，就他那个菜单，可不是小钱就能了事儿的。虽然这对封腾来说只是些零花钱，但我们心里还是会过意不去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到你公寓那儿随便吃一点就行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柳柳，你怎么这么没劲呢？人家封腾好不容易请我们吃饭，你要给足人家面子，知道吗？这你就得问我这个爱情专家了。男人请他的姐妹们，就一定是要展示他的面子，懂吗？所以你要给足人家面子 ，OK？ 陆双姨，就你碗里最多。哎，喂，珊珊。哎，我听着呢。哎，你快点说，继续说，到底吃什么？还要吃什么？好吧，在努力做好封腾女朋友和满足双姨味蕾之前，我得跟大家一起先努力集团的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往年都安排在集团周年庆的前夕，财务部自然要全力以赴。我更期待的是股东大会之后的周年庆餐会。听说往年餐会都会邀请所有董事，可想而知，那些餐点一定不会随便的。哎，一想到餐会啊，我就头疼。就是，周年庆，他说是犒赏全体员工，实际上我们财务部一点都不轻松。对呀，财务部宴请董事，那我们财务部肯定跟董事互动最多啊，在餐会上肯定省不了跟他们互动。说白了就服务他们呗，这是赤裸裸的纯应酬啊！就是太到位了，这个评论。服务？我真想开口问，那能吃东西吗？哎，风腾，那个周年庆餐会是什么样子啊？
你是想问都准备了什么食物吧？才不是呢。我是想说，你看，万一董事会上问到那些财务部上面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你得告诉我，我得有心理准备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不会问你财务上的问题，但是免不了对大老板的女朋友充满了兴趣。你要好好的表现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不可能啊！同样的薪水，扣除掉房租、水电费、煤气费，还有餐费、交通费，所剩已经不多了呀。而且我早餐跟晚餐还是在封腾那里吃的。那还叫他们怎么会有钱买新衣服、穿高跟鞋、化浓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哦，一定是我算错了，再算一遍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已经跟柜台的姐妹说好了，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马上就去买。这是早上最新款吧？对啊，千送一同款，正好年会的时候可以穿。佳佳，你哪来这些钱买这些东西啊？你付完房租，你还有钱吃饭吗？付房租 ？No，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。就光这么一双鞋，看起来就要你工作的1/3，你还买了好多衣服呢。哎呦，还好啦，没买什么。喜喜，你都吃了好几天的泡面了。我在减肥呢。你少来，我看是月底没钱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啦，哎，前2天啊，看到了一个铂金包，特别好看。我跟你们说，要是我不买下来的话，我这辈子都睡不着。有没有那么夸张？真的。是的。拿去啊。哎呀，还是这司机好，亲一个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愿意为了这些东西，就花这么多钱呀？就这么节衣缩食的过日子呀？哎呀，这也没办法，这名牌又不是地摊货，难道让你随便喊价？哎呀，珊珊，大老板都给你办副卡了，你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心酸呢？就是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一定是周小薇说的。封腾要办卡，一定是交代给琳达。他跟琳达是同学，一定是琳达告诉他的。哎，我还以为终于能过上清静的日子了，没想到又有新的八卦了。你们说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那怎么了？你又没偷，你又没抢的。再说了，男朋友给女朋友副卡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你让他们说去。这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能怎么办啊？你要是实在不舒服的话，还是把卡还给封腾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做，薛珊珊。哎，你就因为同事八卦几句，你就把卡还给封腾，你这不等于打他脸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卡不卡的问题，这是面子的问题 ，OK？ 封腾一定会生气的。那你们说，我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？不过柳柳说的对，你说啊，
你们俩一个小助理，一个大老板，你说，哎，真是让人八卦来八卦去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要不然这样，你干脆辞职。什么？离职？离职？双姨也觉得我应该离职。双姨曾经说，办公室恋情不愉快，最后走的几乎都是女孩子。为什么我跟凤腾明明很愉快，也要走人呢？为什么呀？你有没有做错？你为什么要离职？你之前不是还鼓励我离职呢吗？哎呀，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吗？那是误会你了。你说你现在这不都挺好的啊？工作你能够顺利的完成，那谈恋爱你就更不用说了呀。这对于一个新鲜的社会人来说，你已经成就非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要不知足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辞职的话。哎呀，也没有啦，我只是很难受，大家都用那种眼光去看我。就连我的姐妹淘都觉得我应该走。好像我的工作，除了是封腾的女朋友，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我理解，这就是跟大老板交往的悲哀吧。可能他们都以为你飞上枝头了，从此生活就无忧无虑了。这即使不有工作呢，你的生活也是灿烂无比的。但是实际上，我觉得好像你跟风腾最近的话也不是很多哈。而且他最近还给了你副卡。这男人吧就是这样的，一旦感情稳定了呢，就喜欢用钱来买心思。哎呀，我看呐，这以后你跟风腾的话，估计会越来越少的。你现在说的这些，要比那些流言蜚语还要让我害怕。不过你呢，也不要这么沮丧。这周年庆餐会不是马上快到了吗？你如果想要自我成长的话，那就放手一搏，在股东大会和庆餐会上，好好的表现。一切都是为了风腾，还要自我成长。薛珊珊，加油！Sometimes I feel there's another